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在学习投资理财？那这期影片呢，我要跟你分享的是2024年买美债的5大风险。那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2024年投资美债就像是送分题一样，但其实呢，其中有非常多的陷阱，这些都是没有人提及，但是呢，你势必会遭遇到实实在在存在的盲点以及风险。那如果你打算在2024年爽赚美债的价差的话呢，那我强烈的建议你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好，那我们在介绍债券的风险之前的话呢，我们先了解什么是债券。那债券的话呢，它就是一种有价证券，也就是发行方为了筹集资金而发行的。那购买债券的投资人，他就是向发行人去提供贷款，然后呢作为交换。那发行方的话呢，就要承诺他要以特定的利率呢去支付利息，并且呢在约定的时间到期的时候呢，要偿还本金给我们。所以我们常听到的美债就是美国政府它所发行的债券，那美国公司所发行的债券的话呢，我们就会叫它公司债券。所以说呢，如果你之后呢你听到别人在说他在投资美债的话呢，那这个美债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美国的公债，是不包含公司债的哦。那债券的赚钱的方法的话呢，一般的投资人有2种。第一种的方法的话呢，是最基本的，也就是呢，我们直接去购买这些美国公债或者是债券的部分，然后呢持有到期，然后呢赚这个利息，然后到期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回本金，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赚钱的方法。那第二种方法的话呢，就比较进阶，也就是赚债券的价差。那2024年呢，想要赚债券然后获利的人，我想他们的想法应该都是想要去做价差的部分。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债券会在到期日之前呢去支付利息，而债券的利息基本在它发行的当下的时候呢就已经确定了。所以说呢，我们假设债券在发行的当下的时候呢，美国的基准利率是 4%。那债券的发行商表示，我现在这边有一个100万的债券，你只要买这100万的债券，我每年就会给你配发5万的利息。那这个债券的票息率也就是 5%。那如果呢之后央行的利率从 4% 开始大幅的下降到只剩下 2% 的时候呢，此时这个100万然后每年配发5万块的债券，因为这个时候央行利率只有 2%， 你这个债券竟然可以配发到 5%， 是不是就会变得非常诱人呢？那这时候呢就会导致非常多的投资人就去买这档债券，就会导致这档债券的价格上涨。那此时呢，原本持有这档债券的投资人呢，就将这档债券给卖出，那这时候呢，他就能赚到这个债券中间的一个价差的部分哦。但是如果你要做价差的话呢，它的复杂性就会高上非常的多。所以接下来我就来跟你分析2024年如果你买美债的话呢，你会面临的5大风险。好，那第一个风险就是利率预测变化的一个风险。那这个风险的意思就是指市场利率变动对债券价格的影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的部分的话呢，就是2024年目前美国的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它在预期央行会调低利率大概是 1% 左右，在2024年的时候。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央行的利率它的走向都是非常非常的难以去预测。就算是美联储他们自己这些决策利率的这些官员他们也都非常的难以去预测他们未来会把利率调到哪里。我们就来看这个例子2023年3月份的时候，是左边这张图。那时候呢，美国央行他们在会议结束之后呢，就认为2023年他们会调升利率到 5.1%。但是呢，到2023年的12月份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他们今年呢会调升利率到 5.4%。好，那我们今年已经要结束了，我们现在的利率的话呢，就是 5.4%。所以说你会发现到，短短的不到1年的时间之内央行他们其实的预测，他们的预测呢，跟他们最终做出来的决策呢，其实就已经有蛮大的一个差距了。所以由此可知任何意外的经济数据或者是政策的改变，都可能会影响这些利率的走势。尤其是呢，我们要考虑到那种全球经济形势的一个变化，像是中国他们现在陷入通缩，然后呢乌俄战争等等这些变化。所以呢，现在我们对央行利率的预测非常有可能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哦。那面对利率预测变化的风险，有2个解决方法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要先知道美联储，也就是美国央行他们的4大使命。他们4大使命分别是：第一个就是控制通膨，第二个就是促进充分的就业，第3个就是保持金融的稳定，第4个才是保持中长期的经济的增长。那了解了这4大使命，你就可以更了解美联储它会如何去使用它手上的武器，也就是基准利率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利率维持以及利率上升
升的可能性的话呢，你就要去密切的关注美国的通膨。因为如果美国的通膨持续维持在高位，然后都没有下降的话呢，那美国的央行可能就会保持更长的高利率。那如果通膨呢，没有下降，也没有维持，甚至开始反弹的话呢，那美国的央行啊，他们可能就还会继续去提升利率哦。那如果你是想要了解利率它的下降的可能性的话呢，这时候啦，你就要去密切的关注失业率以及美国的经济。只有当美国的失业率开始大幅的上升，或者是经济开始有明显的停滞，以及可能会开始面临衰退的迹象，这时候啊，美国的降息的迫切性啊才会大幅的上升哦。所以未来你可能会发现市场上啊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情况，那就是美国的经济数据明明都是非常的好，结果呢，美国的股市以及美国的债市都大跌。因为如果美国的经济发展的非常的好的话呢，那降息的预期就会下降，那继续保持在高利率的环境之下的话呢，就不利于股票跟债券的发展哦。好，那第二个风险就是价格提前反应的风险。那这个风险的意思就是指啊，市场对于预期中的经济事件或者是政策的变化，其实他们已经反应的非常的迅速，已经反应完毕了。那在这些事件以及变化发生之前，他们已经完全将他们的价格反映到了现在的市场上面了。所以有些人会认为说，等待美联储已经真正的开始降息的时候呢，才开始进场，那时候呢会比较的安全。其实这个想法的话呢，就是大错特错，因为那个时候呢，可能他们的降息已经完全的反应完毕了。那这可能就会发生一种情况，那就是美国央行明明已经开始降息了，但是呢，债券的价格啊竟然不增反跌哦。那我们就直接来看2022年跟2023年的一个实际的例子。那2022年的3月份到2023年的7月份，那美国的央行呢，他们为了要对抗通膨，所以说呢，他们的基准利率啊就是持续的上升。那你觉得10年期的债券的殖利率，它会一直的持续的上升，直到2023年的7月份吗？就像是这个基准利率一样。那其实呢，债券的殖利率啊，他们早就提前反应完毕了。你可以发现1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啊，它在2022年的3月份到2022年的10月份啊，他们这段时间的话呢，就是大幅的上涨，已经马上的去将这种利率的预期啊全部反应完毕。那在2022年的11月份到2023年的8月份，这段期间的话呢，明明美国央行还有持续的去升息，但是呢，这段时间美国的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啊，就几乎都是停滞不动哦。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发现到，美国央行他们的利率虽然还没有升息完毕，但是呢，债券市场可能已经提前反应完毕了。然后呢，后面的时间呢，全部都是在盘整哦。所以未来可能就会发生一种状况，那就是2024年3月份的时候呢，市场原本可能会预期，美联储可能要降低 0.5% 的利息，结果呢，美联储它没有降低 0.5% 的利息，它只降低了 0.25% 的利息。那这个降息就是不如预期，但是呢，债券的价格可能过去已经先涨过了，那接下来呢，就算美联储它真的降低了 0.25% 的利息，那债券的价格啊还是会下跌。那要如何去解决这个价格提前反应的这个风险呢？那我这边的解决方法就是啊，我们直接去投资债券，然后呢持有到期，然后呢不要中途卖出。那这样子的话呢，就算这些债券的价格在中间这段时间的话呢涨涨跌跌，其实对你都没有影响，因为你只要持有到期的话呢，你的获利以及你的本金的话呢，全部都可以稳稳的拿到。但是你要记住的就是，我这边所说的债券的话呢，是直接去持有债券，而不是持有债券 ETF。因为债券 ETF 的话呢，它并不会到期，所以呢，它也不会有保本的作用哦。那至于要如何去直接去购买美国的公债的话呢，那我前面有做一期影片呢，就是教大家如何去使用$1000就可以买入美国的公债。那我会将这部影片的连结呢放在上方的留言栏，好，那大家可以自己前去观看哦。好，那接下来第3个是经济衰退的风险。那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啊，投资人会担忧这些债券的发行方的话呢，可能会违约，无法支付这些利息以及归还本金的部分，这就会导致啊，债券的价格啊跟股票的价格也都一样会一起下跌。那你觉得有哪个债券的话呢，可以跳脱这个循环，跳脱这个大家会害怕的这种循环呢？那就是啊，美国公债。因为美国公债的话呢，大家应该不会认为美国政府会违约吧？我自己是不太认为美国政府会违约啦。所以说呢，美国政府的债券的话呢，会被大家评比为最安全的投资标的，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美国政府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的话呢，几乎都没有违约的记录。那我们从历史当中的话呢，也可以发现到，在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呢，就算美国
国政府大幅的降息，那真正有上涨的债券也只有美国公债公司债券的部分的话呢，也都会下跌那我们可以看下面这张图，在2006年的6月份到2009年的12月份那时候呢，美国的基准利率它从 5.25% 大幅的下降到剩下 0.25%。那如果你有投资债券你可能会认为债券的价格应该都要暴涨吧那事实是否定的。那你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蓝色这条线的话呢，就是 TLT， 也就是美国的20年期的公债 ETF。那黄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LQD， 也就是美国的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你可以发现到，在2008年到2009年那段时间，就算美国的央行基准利率也是一样持续的大幅的下降，但是呢，公司债券的部分的话呢，它是属于大跌的一个状况。因为那时候呢，陷入了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大家都认为不管是什么公司都可能会违约所以说呢，就算是利率呢是利好这些公司债券，但是呢，公司债券还是没有人会去买大家都一窝蜂的跑去买美国公债那经济衰退这个风险要如何去解决呢？那这边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如果我2004年想要做降息所产生的债券的价差的话呢，我会去选择美国公债，而不会去选择公司债券跟金融债券的部分。那我之前呢，在 YouTube 社群的部分的话呢，有做了一份调查，我问大家说，如果你2024年你想要做债券的价差的话呢，你会怎么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那其中有 40% 的观众他们是认为他们会去投资美国的公债 ETF 来进行一个避险的部分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债券的价差又担心经济衰退的话呢，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投资美国公债。那如果你想要让这些美国公债对利率更敏感的话呢，你就可以投资存续期间比较长的美国公债这样子的话呢，2004年有降息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靠着美国公债呢获得大额的一个债券的价差。就算是经济衰退到来的话呢，美国公债呢也是利好，它甚至会涨得更高好，那我这边呢也顺便跟大家分享我这个 YouTube 频道呢最近的后台的数据。你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一周的话呢，我的频道呢有将近592个人去分享我的影片。那其中呢分享最多的就是12月份的债券 ETF 的一个配息表。那这个表格的话呢，是我自己精心制作的表格，那包含了像是填息的殖利率，以及这些债券的部分的话呢，他们是否有收益平准金，还有他们的平均票息率是多少，以及他们过去呢配息之后呢，他们到底有没有填息，那填息又花了多少的时间，以及如果你想要做债券的价差，你一定会想要知道的债券的存续期间。那这些资讯呢，我都有放在债券 ETF 12月份的配息表当中。这个表格呢发布不到5天的时间其实已经有将近400人进行下载了。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我会将这些表格呢放在下方的留言栏你可以不用填任何资料就可以下载咯。好，那第4个风险就是机会成本以及再投资风险。那机会成本就是指同样的一笔钱，如果你选择投资某一个商品，你就可能会错过其他更高收益率的商品。那再投资风险就是指当你持有债券到期的时候，或者是说呢你提早卖出债券获利的时候呢，那市场上可能已经没有更优质的投资机会。那这2个风险我会把它们并在一起，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这2个风险都是错过其他投资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机会成本。那机会成本对于债券来讲，就是如果你将一笔钱你投资到债券当中，你可能就会错过像是投资美股或者是说你可能要投资房地产，或是你要投资像是比特币等等加密货币等等的这样子的话呢，你同样一段时间的话呢，你可能其他股市涨更凶，结果呢你债券的部分的话，你只能赚到一点点。我们直接来看一下2023年的例子2023年年初的时候有许多投资人就会认为说2023年应该美联储要降息的，就跟现在一样所以呢他们就早早的买入了债券，想要去做价差。结果你知道吗？2023年一整年下来美国的20年期的公债 ETF 00679B 它的整体的报酬率是负4%。那这部分的话呢，我是还没有算入那个利息的部分。那如果你是投资美股大盘或者是台湾的大盘0050的话呢，你的报酬率是高达了20%。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非常明显的机会成本的风险。那第2个就是再投资风险嘛。那再投资风险它就特别的容易发生在利率下降的时候，因为你在利率高的时候呢，像现在1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是高达了 4.9%。那如果你是现在去持有了1年期的美国公债，并且你把它持有到期，那1年后呢，如果央行的利率开始下降，已经下降到1%了，
那这时候呢，你手上拿着这些到期的债券的现金的话呢，那你去市场上，你还想要再去买到 4.9% 殖利率的债券，那就是买不到。同样的，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呢，你是做债券的价差，你将你的长期的债券呢，在低利率的时候呢给卖出，那这时候你手上也是拿到了一笔现金。然后这时候呢，你想要去市场上去买股票、去买债券，基本上也都是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因为这些股票跟债券可能已经涨得非常的高了。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那我这边的话呢，给大家2种方法哦。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要去多元化我们的投资组合。那机会成本的风险是基本上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一定会遇到的风险。那如果你要降低这项风险的话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小孩子才选择，我全部都要，就是要这样子。你要不管是债券还是股票，你都要去持有，并且进行一个分散投资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呢，你可以在获得较高收益的同时呢，也可以增加你资产的一个安全性哦。那如果你是为了领固定的利息，所以呢，你才去投资债券的话呢，也就是呢，你是选择直接去投资债券。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去使用阶梯式的策略，将债券的投资呢分散在不同的到期日期，你就可以创建一个到期的梯队。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债券就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到期。那陆续到期的债券呢，可以让你不用一次去面临非常大的再投资的风险，同时它也可以提供你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呢，有重新的投资资金。好，那最后一个风险就是汇率风险。如果你去投资海外的有价证券，你一定会面临的就是汇率的风险。那汇率的风险的意思就是货币兑换率的波动对你的投资报酬率产生的影响。那这个状况99% 一定会发生在美国降息的周期。那我这边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呢，美元兑换台币是1美元去兑换31块台币。这时候呢，你有100万的台币你打算去投资美国的公债，那你100万的台币呢，换算成美元的话呢，就是32258块美元。这时候呢，你拿了32258块开始拿去投资美国公债，然后刚好美国公债真的在1年后呢开始降息，你赚到了10% 的价差。那这时候呢，32258块美金就会变成35483块美金。但是呢，在这1年内，因为美国央行他们开始降息，导致呢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美元兑换31块台币升值到了1美元兑换27块台币。因为美国央行如果降息的话呢，那美元就会走弱了。那美元走弱的话呢，新台币就会升值，所以呢，导致了1美元的话呢，就是兑换27块台币。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就算你真的获利了10%，你拿到了35483块，你把它换成新台币，你也只能换到958149块哦。也就是说呢，虽然你的债券的价差真的有让你获利，你获利了10%，但是呢，汇率的风险就把你这些获利给吃掉了，你甚至还有可能会亏损哦。那汇率风险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呢？那这边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是我会将投资的周期给拉长。如果我去投资美债，我会预期它未来给我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大概是4到5%。那这时候呢，如果我投资1年的话呢，我的确有很大的机会的话呢，会因为汇率的风险而造成大幅的亏损。但是呢，如果我将投资的年限拉长到10年的话呢，那我投资的一个总获利，相对于这些汇率的波动对我来讲的话呢，那这些汇率的波动就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小。而且呢，如果我将投资的年限拉得非常的长，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选择在汇率比较好的时候呢，去卖出我手中的债券来换成台币，我也不用在汇率非常差的时候呢，一定要被迫的卖出我手中的债券哦。那我们从下面这个表格可以看到，如果在降息周期的时候呢，美元兑换新台币的话呢，就会走弱；那在升息周期的时候呢，美元兑换新台币就会走强。但是如果你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美元兑换新台币大概就是在30块钱左右去震荡哦。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2024年如果你投资债券的话呢，你可能会面临的5大投资风险。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会这样。好，最后一个风险，汇率风险啊，今日一讲足久的，原来这句影片要偌久。